就是中国精神，广西狼兵后裔，绝不认输。我说了。他是拳击擂台上的 KO 专家，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重炮杀手。他的比赛只有终结，没有判定，不是他 KO 别人，就是别人 KO 他。重拳一出，不管你是日本拳王还是韩国冠军，通通都要跪倒在他的面前。放眼整个亚洲，与他同级别的选手，根本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对手。他打法之所以如此凶悍，一方面是拳头够狠，而另一方面是他的体内流淌着纯正的广西狼兵后裔的血液。广西狼兵后裔绝不后退，也坚决不认输。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是来自于中国的广西狼兵后裔打着来自于巴西的铁头哥维克托，很好辨认啊。我们注意看这个脑袋呀，已经是反光的人便是维克托。很多中国的拳迷粉丝啊，很喜欢叫他啊这个巴西版的武僧一龙。一方面是形象比较像，而另一方面是他这个身体这块啊，的确是够硬。以前曾经打过不少的泰拳以及最残忍的缠马拳赛啊，都是非常需要身体硬度的。啊，通俗点来说啊，就是扛揍啊，皮糙肉厚。好漂亮，正蹬。哇，重拳有些打晃了。好漂亮，三拳打晃，三拳爆头打倒了。现场的美女裁判开始了读秒。哎，这场比赛的裁判竟然是女裁判啊，我们才发现。很难得。好，注意看蒙古东把比赛节奏拉得非常的快，已经有一点想要 KO 对方的想法了。曾经跟我们这个孙维强打过，手被孙维强给踢伤。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在台下蒙国东的教练正在告诉蒙国东啊要冷静。此时体内流淌着广西狼兵后裔血统的蒙国东啊，根本冷静不下来。维克多我看还有反击能力，是，而且在泰国他是打缠马的，所以说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对，还有对头部的防守，包括整个节奏也是拉下。好漂亮，连续的补刀，疯狂的大力摆拳。哇，现场的女观众虽然说看不懂比赛，也很兴奋。巴西的铁头哥维克托现在是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而且我们注意看他的鼻血已经流出来了，这在他的比赛当中呢是很少见的。非常的逗开始打腹部。蒙国东已经吹起了冲锋的号角，最后的冲锋。头部在腹部，哇，这种击打能力非常强，太强了。对，维克多的眼神虽然很愤怒，但是呢，他无比态度。是。哇，但是这个维克托身体硬度太强了，观众朋友们。有一点忘记和大家说了啊，这个维克托呢，他的生涯战绩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那就是从来没有被 KO 过。也就是说他的身体硬度很高，但是蒙国东的比赛就有意思了，他所有赢下的比赛全部都是 KO 对手。可以当一个职业的运动员，好好的训练，在巴西没有办法，是那边环境比较差一点。对。然后蓝方的教练叫他一直待在擂台的中央，但是顶不住啊，因为蒙国东的这个攻击力太强了，而且这个蒙国东打得很冷静，是他一点不急，不慌不忙的找机会。广西狼兵后裔，观众朋友们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的确是够猛。而且我们看蒙国东的拳啊是又快又准，不过今天的对手啊是维克托呀，这个家伙的确是够硬啊，很难去 KO 对手。这要是换做一个小日本或者说一个小棒子，估计早就被蒙国东K 掉了啊。不过今天情况有点不太妙啊，情况有点不太对。好，第二回合比赛继续。而且运动员要注意啊，他们通常是带着护齿在讲那话的，所以要特别的清晰，是特别短简洁。看看经过这个1分钟的休息，维克托有没有缓过来，调整过来。蒙国东刚刚一边退一边出腿啊，其实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他对着出了一拳，又退着又出一腿，对，上下结合的很好。是，这个后退的出拳跟出腿一定要练的。对，但是跟协调性有关系。是，他刚才这个躲闪的反击做得很好。是，对手的协调性就没，还有爆发力就没有他好。是，可能稍微要僵硬一些。对。我们看第二回合的蒙国东啊，明显是开始收油降速了。
如果还像第一个回合那么打的话，蒙国东今天的比赛可能就难了，因为对方的硬度很高。如果不能保证KO 对手，那第3个回合那就不好打了。毕竟体能是有限的，但对方的抗击打能力在我看来好像是无限的啊！而且这个维克托呢，不仅抗揍他的进攻也很有力度。虽说慢，但每一下呢都是非常的扎实非常敦实。这个时候就会加强进攻了。是。不能给他这种，就是说这种节奏，因为这样节奏的话，怕是被突然被对手抓住机会，对手气势就上来了，况且不能缓，况且对手呢是有一定能力的，是，就是不能缓的前提就是你要有充足的体力去压迫他，体力，他可能第一局冲的比较猛，然后体能现在有了一定的那个影响，需要第2局调整一下，那也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调整不能长时间的这样。国东点打得很准，但是呢，他力量有点下滑，力量下来了。这个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擂台上的一个天赋，是一个经验。加强进攻了，加强他的力量有时候是看你有没有早熟，因为这个选手都很年轻有时候20几岁，头脑还没有那么的清楚。对。等到头脑清楚的时候，身体打体能又不行了所以说，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在体能的情况下又有很好的头脑呢？可能要比他早一点练拳啦，有时候太晚练了已经来不及了。对，是要早一点练拳。对，很多都是小时候就开始，大概10岁之前就开始练。对，因为他这一好，这边双方第2回合比赛结束，我们看蒙国东还有体能跳上围城和观众打招呼，说明蒙国东现在的体能储备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说接下来的终极回合。第3回合，蒙国东应该是完全没问题。这边第3回合比赛开始了，红方蒙国东，蓝方来自于巴西的维克托他江湖人称巴西的武僧一龙，长得像这个抗击打能力也很像。漂亮，低扫腿，没错，多砍砍腿。对方脑袋硬，身体硬，我觉得这个腿未必很硬开始加强了这种密度和重击的击打，是。因为蒙国东在第1局展示了他绝对的这种击打的能力确实是击打能力很强。所以有机会 KO 对方就不要留情，不过这个维克托也是毅力也非常强，是，意志力很好，坚持到第3局挨了这么多重击。对，其实在心理素质上打过缠麻的会觉得打拳套好像不是那么痛，比较不会怕。对，他是加上他的身体的这种抗击打，加上意志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强，是撑得下，综合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你看他反击起来，也是观众朋友们，现场两边的团队教练在台下都在喊，对方累了两边都在喊但不过我看起来的话，感觉蒙国东的体能应该是好一些这个维克托看起来又更累第3回合最后的1分钟了，蒙国东今天能不能够 K 掉对手？搞不好这一场比赛会打破蒙国东过去以往100%的 KO 率因为这个巴西铁头哥你看太硬了，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没有痛觉呀？有些软了，蒙国东的拳转身边拳，对方还了一个转身肘，两人都有些软。照这个情况看的话，想 KO 有点难了。当时在比较紧急的状况，就大口呼气，护齿掉了，护齿脱落了。这个蒙国东每次把对手重击或者说需要去中立脚的时候，他都会面朝中立脚，然后看着底下的观众，对吧？等着观众帮他加油，然后给他鼓气。对，有可能要想一下待会要怎么打。冷静。对，最后10秒，现在两个人都开始用这种体能下降，用这种小的点拳，在控制对方的距离，打点。好，比赛终于结束，两个人这场比赛真是诠释了什么叫做绝不后退。蒙国东也是没有丢广西狼兵后裔的脸，全程呢是不断的往前去顶和对方是硬碰硬打到了最后。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吧，但是也足够证明了双方选手都是勇士。比赛最终结果，恭喜蒙国东点数判定战胜了维克托。同时也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这位实力和颜值并举的姑娘就是王小花，
他是格斗界跳舞最好的，也是舞蹈界打拳最。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什么都可以不用干啊，光是盘在对方的身上啊，就安德森很难受了。他非常非常顽强，非常顽强，就是打不倒的感觉。哎，这一拳打得很结实，打得很实啊！哎，这下怎么回事？哦，这是漂亮！哎，砸手，漂亮！哎，一拳前手拳，前手刺。巴西女拳王时隔6年再次来中国，点名要找张伟丽复仇，扬言要让张伟丽血债血偿，表示如果做不到就当场替放做遗孤。张伟丽表示：“你千万别反悔。”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是一场中国女拳王张伟丽的复仇大战。没错，又是一场复仇的戏码。对于张伟丽来讲啊，观众朋友们，复仇她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啊，像吃饭和喝水一样常见。没办法，想让我们树大招风的前来挑战的人啊，从中国排队排到了法国，那真是一点都不夸张，太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复仇的，穿着粉色小背心来自于巴西的女拳王艾琳·塞迪奥梅耶尔。她的年纪比张伟丽大了，应该是8岁啊。在6年前啊，这个艾琳输给了张伟丽，当时的她呢是风头正盛，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输给张伟丽这个毛头丫头啊。当年的确是毛头丫头，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是中国女拳王啊，格斗女皇。好，进内围了啊，骨头顶膝，哇，看张伟丽打比赛就是带劲儿啊。不过要小心，张伟丽的话不要把对方的小胸衣啊、粉丝小肚兜打掉了。刚刚是有一点点危险，倒不是怕张伟丽伤害他啊，主要是怕这个比赛如果真打掉了，那我们就看不着了啊。好，下潜抱摔，这个冲击还是很凶的。在六年前啊，艾琳是在站立这一块，也就是拳腿功夫啊，输给了张伟丽。看来这一次他是有备而来，主攻地面啊，来和张伟丽打的。不过此时我们看张伟丽的防抱摔相当稳健，两条腿摆开了一个弓箭步，可以说此时我们的底盘呢是坚如磐石。哦，小心，这个是真有劲儿啊，能把张伟丽扛起来。哦，不过你说他有劲儿吧，他可以把张伟丽举起来，但是你说他没劲儿吧，他又放不倒张伟丽，这是什么情况？双方互换顶膝，但很明显，张伟丽的膝法要比对方啊有劲儿多。这个艾琳万万没有想到啊，这6年苦练的地面本领，在张伟丽这里不好使啊，根本是拖不到地面的。看来这6年啊，艾琳只关注自己的成长、自己的进步，却忘记关注张伟丽了。张伟丽现在是6边形战士，无论是拳腿功夫还是地面摔跤柔术啊，我们都样样精通。可以说啊，没有什么弱点，唯一可以诟病的点可能就是张伟丽的硬件条件了，也就是她的身高和臂展。那没办法，这天生的，我们也不可能把双腿敲断啊，重新接一块。艾琳的速度很慢啊，你看拳腿的组合，你看和张伟丽比起来，根本不是一个级别。3轮车和跑车怎么比？比身材你赢了啊，比实力你不太行。张伟丽这个膝啊，不仅是有顶那一下，还有往前这么怼那么一下啊。这是张伟丽和泰拳的一些教练啊习得一些本领。好，肘击。张伟丽的肘击很重啊，不过艾琳有一点，她的这个皮糙肉厚的点和6年前一样啊，还是很刚打。在6年前，她和张伟丽是打满了整场比赛啊，几乎是被打到面目全非了。总之很惨。我们看艾琳依旧是相当的执着。好，进地面了，难道她成功了吗？不过看情况，他的控制能力一般啊，根本按不住张伟丽。好，张伟丽从后背这个角度夹住对方的脑袋，以保持自己的平衡。又来了，
他这么大的劲儿，打什么拳啊？我觉得去工地啊扛水泥、扛沙袋算了。实在不行啊，去搬点什么别的东西啊，搬搬冰箱了。别人搬一个冰箱，他可以搬2个冰箱。空有一身力气啊，但是技巧上有点欠缺呀。这个角度，张伟丽也不太好发力，只能是一点一点的蹭磨对方的这个血量。好，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张伟丽的话几乎没用什么劲儿啊，全部的注意力啊都集中在了防摔这一块上，而这个艾琳呢则是卯足了劲儿啊，像一头牛一样。我们看艾琳啊，发型也散了。对面这个男人就是她的老公啊，她的这个老公呢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为了刺激她啊，喜欢给她来一个耳光。哎，还真扇上了。不过这种耳光的话，他并不是说家暴啊，而是这个为了给他点刺激，让他兴奋起来。好，这边双方比赛继续。哎，这个什么时候打开口了呀？现在艾琳的整个形象啊，就是疯婆子的形象。既然对方这么惨，那我们就不去嘲笑他了。毕竟10个6年啊，来复仇也挺不容易的。好，又来。其实这个艾琳呢，她实在是没办法，她是骑虎难下。打站立的话，拳腿功夫呢又打不过，只能通过摔跤呢来拖延时间啊，来试一试看一下能不能把张伟丽放倒。如果放倒的话还有机会。但是很明显，你看张伟丽金鸡独立，就是这么稳。此时艾琳的老公啊正在台下在指挥她去勾张伟丽的另外一条腿，这一条腿都没搬明白呢，搬2条腿，哎呦，异想天开呀！好，裁判见不下去了，将双方重新拉回到站立。哇，这2个肘，刚刚的2记肘都很重啊！哎，转身拿背了，我们看张伟丽的右臂已经抠了进去，再换到左臂。好，注意看张伟丽的2条腿已经是把后脚跟啊卡到了对方的这个大腿内侧，无论对方怎么动，我们都能跟着对方去动。好，裁判又出手了，但是艾琳向裁判抛出了一个很有怨念的眼神呢，因为他不想打站立，他打不过呀。可裁判呢，见双方又没什么动作，没办法，只能把比赛啊重新拉回到站立。很明显啊，现在艾琳已经是累得不行了，因为前面的话，他把大部分的体能都用在了这个想把张伟丽拖到地面这件事上。哎，这个角度，观众朋友们，该截图的截图，该暂停的暂停。好漂亮，金身的肘击，现在真的是头破血流啊！脸上的口子、头上的口子都有。上钩！哇，太惨了，这比6年前还要惨呐！这是何必呢？这一战打完，我估计这个艾琳呐，不服也得服了，毕竟她的年纪啊已经到这里了，她没有下一个6年了，这是她最后一次复仇的机会。打不赢就出家啊！不是少林寺啊，尼姑庵欢迎你。但是没办法呀，是他自找的，并不是我们张美丽欺负他。其实现在对方已经有些消极比赛了，这种单方面黏着我们的行为呢，它没什么意义啊。不过这艾琳的抗击打能力真的是相当可以了啊，怎么打都没有感觉啊。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一次都没有被读秒。要换的其他的女选手恐怕已经被 KO 了。哇，对方的这个发型啊，
你看张伟丽现在整个发型还是完好无损，对方啊，像这个梅超风啊，相信梅超风大家应该是不陌生，这是金庸笔下的一个非常有感觉的人物了。好，比赛结束，比赛结束。我觉得这对于艾琳来讲啊，也是一种解脱。再打下去的话，也是无谓的挣扎，也是单方面挨揍。比赛的话，最终没什么悬念，让我们恭喜张伟丽啊，结束了双方这场6年的恩怨大战啊，连赢2次。我们正所谓3局2胜嘛，这下应该也是打服了。无耻的韩国选手在和我国选手奥尔格勒掰手腕时，在已经输的情况下还恶意打人，这一幕让无数中国观众感到愤怒。虽然说规则允许带下这么重的手，明显是故意而为之。在结束之后，奥尔格勒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但他始终压制着心中的怒火，没有当众发飙。当时我很生气，我一直压着火，到现在我还是压着火。不跟他闹。这个行为龌龊的男子名叫全亚律，在接受采访时，他竟然公开表态，输赢他根本不在乎，他的目的就是要打中国选手，无论对方是谁。看着对方在得逞之后露出了得意洋洋的表情，双方团队不欢而散，各自回去为接下来的实战做准备。而韩国棒子的队友还在为他刚刚龌龊的行为沾沾自喜。而我们中国选手在车上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真的是没有想到，竟然让韩国人给欺负了。这换成我去，多瞎了！整个我们中国队都觉得很过分，就是太不礼貌了。双方团队到达了实战场地，各自准备接下来的实战对决。而为了使第一场比赛能够顺利拿下，打响一场开门红，我们中方团队直接掏出了一张王牌——严晓楠霸气出战。严晓楠目前在国际擂台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仅次于张伟丽，碾压其他一众的国际高手，是目前 UFC 女子草量级别排名世界第一。而韩方团队这一边也派出了自由练习跆拳道的美少女，比赛还没开始，他就狂言他会 KO 严晓楠，就是太不礼貌了。我觉得他跟我不是一个档次。严晓楠可以说是十分的自信，连护具都没有带，双方的队长都在台下紧张的关注着。比赛中的严晓楠更是没有令我们失望，在不带护具的情况下，单方面吊打韩国的美少女，不仅多次把对手打趴在地，还让对手的鼻梁遭了殃，当场被踢断。最终也只能以狼狈的场面收场，输掉比赛。这一下不仅让韩国团队颜面扫地，更是让韩国队长全亚律皱紧了眉头。不过赢得比赛的中国选手严晓楠赛后的发言却非常的谦虚，我也想帮助他慢慢提高，认真了，我认真教他。而韩国团队为了扳回一城，也掏出了自己的王牌，一个重磅级选手，他就是金在勋。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表示自己是日本山口组的成员，也就是混黑帮的。不过早在半年之前，他曾和我们的中国选手奥尔格勒有过一次交手，只不过当时输得相当的惨，不到半分钟就惨遭 KO。不过这一次他信心满满，表示自己是要为韩方团队扳回一城。而面对金在勋，中国选手张建军表现得丝毫不惧，在接受采访时也是相当的自信。一想起明天他挨揍，挺心疼。好，观众朋友们，这场重磅级的中韩较量已经开始了。很好辨认啊，红色短裤张建军，而黑色裤衩韩国的金在勋。这场比赛我们打金在勋的话是有着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中国团队队长奥尔格勒呀2次击败过他。所以说对于这个金在勋呢，他的打法跟风格都是很了解的，知道对方的弱点啊，他的命门在哪里。而且第一次交手的时候，奥尔格勒仅用了不到半分钟啊，把对手打得躺尸擂台。这边奥尔格勒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喊了，告诉张建军该如何行动。
而我们注意看，韩国团队这边也没闲着，在给金在心不断的布置战术啊，出一些个阴招、损招。金身的肉搏，一个是满身肥肉，一个是浑身肌肉，谁更强，那暂时不会多说了。张建军本身就是练习摔跤出身，所以说是有童子功的，贴身肉搏呀，完全不怂对手。哦，双方的拼拳。两次输给中国拳手，让金在勋不仅面子挂不住，而且在韩国黑帮的帮派内部他的地位也越来越低，也遭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严晓楠这边也在出招。在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严晓楠的实力，将这个韩国的美少女打的是鼻青脸肿那叫一个解气呀。好，进地面了，不过张建军形势不太好，他处于下位。其实相较于格斗来讲张建军最拿手的并不是打拳击他是一个健美的职业选手。所以说我们看张建军的身材呢非常的不错肌肉块头非常的扎实。想锁腿，错过了一个好机会。毕竟是半路出家，所以说这个柔术并不是那么的顶级。我们看处于下位的张建军在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因为属于上位的这个金在勋他太肥了，他甚至不需要出拳，只是压在我们的身上就让人有点受不了了。这边裁判终止了比赛，告诉张建军应该是让他积极反击，如果再不反击的话可能会判输了。这个裁判也相当出名了，可以说在世界上最大的格斗赛事，综合格斗赛事你都能够看到他的影子。何伯迪恩，漂亮！哇，前手有打晃，台下的中国团队已经相当兴奋了。小心这一拳，张建军是轮空了。作为一个重磅级拳手，拳头轮空是很危险的。我们看金在勋，哇，疯狂的打拳。我们看他这个不是打拳这像这个野狗刨土一样，看起来很凶，拳头密度也很高，但是每一拳都落在了张建军的防守上打了，但是又相当于没打。拳速慢下来，打累了，想靠一下休息一下，被一把推开。这下要换成张建军进行反击了。作为一个重磅级选手刚刚一连串的输出，体能下滑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韩国选手金在勋他没劲儿了。转勾前摆，连续的输出。好漂亮，有些晃了。两边团队都很兴奋，这才是拳法，全方位的立体打击，有击腹，有爆头，有左有右。不行了，软了，这个时候已经软了。裁判介入，比赛结束。这是韩国的黑帮打手金在勋第3次输给中国选手。我们看韩方团队和韩方的队长都相当的恼火了。没办法，这就是你们赛前欺负我们的下场。在那种场合我们不和你们斤斤计较，但是在真正的搏击擂台上，我们不可能手下留情，也不可能输给你们韩国人。好，让我们恭喜张建军赢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恭喜我们中方团队这简直就是吊打呀！再次恭喜，咱们下期视频再见。